开始先感谢这两位大大的推荐，让老阿贝可以接触这么棒的 extension。第一部分 Prompt All-in-One Extension 安装 Prompt All-in-One 需要较新版本的 Stable Diffusion Web UI， 您可以先安装 Prompt All-in-One 试看看可不可以，不行的话再看这个影片把 Stable Diffusion 和 Extension 升级。这边再次的强调，升级多多少少都有风险，记得先备份买保险，假如出错的话，投胎的速度会快很多。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，点开显示完整资讯，第一个是在 GitHub 上的网址，第二个是作者提供的中国镜像的网址。如果第一个 GitHub 无法安装的话，可以选择第二个试看看，他们的使用方式非常的雷同。来看一下 GitHub 的使用方式，有看过老阿贝安装的影片，应该都知道来这边点复制。中国镜像的那一个也是一样，来这边点复制安装位置。不同点在这边，再来后面的操作就都一样。老阿贝这边选择 GitHub 来做安装，复制完安装网址后，回到 Stable Diffusion， 点 Extensions， 点 Install from URL， 点这边把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按滑鼠右键贴上，再点 Install 按钮，等待安装中。这边的安装时间比较长一点，老阿贝大概等了40秒左右。出现下面这一段文字就表示安装完成，点 Installed， 再点 Apply and Restart UI。画面中有出现这个界面就表示安装成功。第二部分 Prompt All-in-One 设定解说，点这边的 Language 可以设定不同语言界面显示，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语言可以让你去做选择。老阿贝选择繁体中文。再来这边有个设置的按钮，移到上方右边会跳出设置选项，第一个是翻译接口，点它会进入设定选项，这边可以设定您要用哪个接口来做翻译，接口就是英文的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的简写，这边有各式各样的 API， 建议可以先用上面这些 Free API， 老阿贝觉得预设的就 OK， 万一碰到无法翻译再来这边做切换即可。这个说明可以看一下，大意是说不保证翻译连线的可用和稳定，要求稳定的话可以使用个人的 API 去做连结。这边有一个测试按钮，按下去会根据你 API 的选择，并以上面的英文来测试翻译的结果。最后这个 Tag Complete 可以选择 Tag Complete Extension 自定义的翻译来作为翻译的结果。像这边有一个老阿贝之前分享 Tag Complete Extension 时自定义的翻译，这边老阿贝建议先不启用，等翻译出现问题时再自定义就可以咯。这边的设定大概就是这样。再来是这边的主题设定，点它后右下角会出现设定的画面，这后面有显示出每一个设定的作者，看起来这边的设定还是可以扩充的，赞哦。来看看第一个。关键字输入框占据 100% 宽度，这个就是关键字输入框。把这边打勾关闭，打勾关闭，各位应该就很清楚这设定的作用。老阿贝建议把这个打勾，输入框的范围会比较长。再来这个设定，隐藏关键字输入框下拉式选单，关键字输入框的下拉式选单在这边，如果把它打勾了，点输入框这边就不会出现下拉式选单。这个下拉式选单还蛮有用的，建议不要打勾隐藏。再来是隐藏标签下方本地语言设定，这个来实做一次就知道了。在输入框这边输入 e-girl， 再按 Enter 键，这边提示词框就会出现 e-girl 和下面的翻译，这下面的翻译就是刚刚设定中所说的标签下方本地语言。当打勾隐藏时，下方的翻译就被隐藏。来开关，这功能就很明显了。这翻译是这 extension 的强项，所以老阿贝建议不要隐藏。再来是移动关键字输入框到左侧设定，这个设定就是将关键字输入框放左边还是放右边这样。再来开关，这样应该有看出来了吧？放左边或放右边就看个人的习惯咯。听到这个会笑的应该就是男生，哈哈哈哈。再来是界面中换行符号换行显示设定，
这换行符号就是关键字输入框下拉式选单的第一个。用滑鼠左键点它后，在提示词框中会出现换行字元符号来表示这边换行。这边再来输入一个关键字 e-boy， 输入完后按 Enter 键 ，e-boy 就会跳到提示词框中。这两个关键字中间有一个刚刚放上的换行符号。等一下来开关那个设定，注意这边的变化。把这个选项打勾，你会发现这边换行了。教小朋友的时候，就是要这样不停的开关，很快就记住了。这功能很赞，老阿贝建议打勾。再来下面这3个都是主题的变化。第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老阿贝这边没看到变化，也有可能老阿贝的布景主题看不到这个变化。再来这个，根据 Web UI 自带样式修改设定，有看到不同的地方吗？注意看这边和这边，这功能就是这样。OK， 再来是弱化关键词列表设定，开关，注意这个地方。这个功能就是这样，依您自己的喜好去做设定就可以了。这边的设定就说完了。再来是这个设定，这个是自动翻译的设定，因为网络和对方的 API 不稳定，所以这个设定目前建议取消，打勾也没关系，就出问题的时候没有自动翻译而已。旁边这个设定就是在关键字与关键字英文逗号后面要不要有空格，实做一次给大家看就知道了。先来点这个垃圾桶的按钮，把提示词框中的关键字删除。这边的删除是删除这提示词框中所有的关键字，这边按确定就可以删除。现在来输入框这边输入。现在这个设定是打勾的，先把它取消掉，这样逗号后面应该会有一个空格。老阿贝先把它复制起来，点这边按 Enter 键，这逗号的后面有一个空格，这样有看到吗？这个空格会多一个 token， 这个对一般使用者差别不大，有人说会影响画质，有人说不会影响，老阿贝还没画到那么细致，属于一般使用者就先忽略了。再来是打勾的状况，把刚刚的贴上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空格了，没有了。这个选项的功能就是这样，有设这个选项一定有它的用意，只是老阿贝还不在这用意的维度下，所以目前还感受不到，有更高维度的大大们可以感受到的话，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。再来是这边设定的最后的这一个，这个选项可以打开或关闭提示框，提示框就是底下的这个黑框，来关闭是看看，取消打勾后黑框就直接关闭了，但是打开的时候记得把滑鼠移到外头，才会打开黑框框提示哦。这边的设定就全部讲完了，对设定还有问题的再麻烦留言讨论。第3部分 Prompt All-in-One 操作界面使用说明。上面这个框框是官方的 prompt， 底下的框框是 prompt All-in-One 的 prompt。再来这边的是官方的 negative prompt， 这个 extension 的 negative prompt 没出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官方的 negative prompt 让它翻译，随便给它一个。这个 AB 的小按钮就是翻译的按钮，点它后就会连线自动翻译。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连线到网际网络，会没有办法翻译哦。再来是这边的开关图示，这个开关控制这边的提示词框出现或隐藏，点开关就知道了。再来这边的打勾选项，可以开关官方 prompt 出现或隐藏。底下的 negative prompt 操作方式也是一样。再来是提示词框的操作，压住滑鼠左键拖拉可以移动位置，以 prompt 的规则来说，越前面的越重要。当我们的滑鼠移到关键字的上面，会出现一些选项让我们对这一个关键字做调整。第一个是数字型权重调整，有加加减减可以让你调整权重。
旁边这个是小括号型的权重调整，也是加加减减的使用。再来旁边的这个是中括号型的权重调整，加加减减的点，很方便。不过这个功能框有时会自己消失。再来是翻译成英文，先来输入一个中文关键字，来这边选择翻译成英文，它会单独为这个关键字连上线翻译成英文。老阿贝觉得用处不大，全部输入完后再点 AB 按钮一次翻译比较快。再来复制到剪贴板，点这边会将这一个关键字复制到剪贴板。如果是点这边的这一个，会将所有的提示词复制到剪贴板。这边就不演示了。再来有一个收藏的按钮，收藏会放在这个地方。先点开来看一下，目前只有一个 e-girl 收藏。来把黄头发关键字也收藏看看。这样就收藏进来了。顺便看一下这3个，移除收藏，复制到剪贴板，使用。这3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上头这边有4个分类收藏，在哪个地方收藏的就会跑到那个地方。再来这边有一个历史记录，跟收藏操作方式雷同，它会自动做记录。这个是删除所有历史记录，这是只删除这一行。这3个就跟收藏的那3个一样，上面这4个也一样。OK， 已经讲完了所有的设定和每个界面功能。第4部分，使用技巧1，单词双向翻译。所谓的单词就是代表一个意义的语言成分，不是只有一个字叫单词哦。例如 e-girl， 中文是一个女孩，双向就是你输入中文，它翻英文；您输入英文，它翻中文。来输入 e-girl， 输入完后按 Enter， 再来点这边的 AB 翻译，这样就把英文翻成中文。在这边输入一个女孩，再按 AB 翻译。所谓的双向翻译就是这样。使用技巧2，句子双向翻译。除了单词外，可以输入整段句子，例如一个女孩坐在咖啡厅外头的椅子上喝咖啡，这样就翻译出来了。看来可以少叫 ChatGPT 出动了，赞赞赞！来看一下双向翻译。Great， 这个 extension 真棒。使用技巧3，翻译 civitana.com 复制下来的 prompt。先来 civitana.com 找一张喜欢的图，点图右下角的 information， 再点这个按钮复制。回到 Stable Diffusion， 在这边把刚刚复制的资讯贴上，点这个小按钮设置这张图的所有参数。最后就是按那个强大的 AB 翻译键咯，点它。这边要注意一下，第一次点只是将上面官方的 prompt 复制到下面，要再点一次才会开始连线翻译哦。你现在看到这么快的翻译，是因为 prompt all-in-one 会记住您之前的翻译，遇到相同的词句就不用上网抓。使用技巧4，网络翻译很慢怎么办？第一个方法是使用您自己的 API 去连接，不过这个会有一点点个资的安全问题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去安装之前老阿贝分享的 Tech Complete， 就是这个影片安装的过程会让您去下载的影片下方的英翻中档案，就是这边的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这2个。当你按照影片方式安装完后，在 Stable Diffusion Prompt All-in-One 设定这里，在这边就会找到 Tech Complete 英翻中的档案，就这一个，选它。这个选项不要勾选，因为勾选后就只靠 Tech Complete 英翻中档案翻译。我们希望的是两者并用，点储存按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网络翻译真的很慢，各位可以试看看这个方法。最后，它能取代 Tech Wildcard 万用卡吗？以目前来说，它还没有办法取代 Tech Wildcard。虽然它可以收藏，不过它的收藏目前没有办法分类。一旦收藏过多，就不好找到自己想要的。Tag Wildcard 就可以分类，把分类叫出来可以缩小范围，这样的方式目前来说还是蛮好用的。再来 Tag Wildcard 有万用的功能，就像这样设定，它可以随机产生这一分类所有 tag 的图，变化无穷。不过工具就是工具，利用工具的是人，
你才是最主要的关键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、分享加按小铃铛哟。谢谢大家，祝健康快乐，老阿贝下台一鞠躬。